大家好，我是苏苏姐家的柚子，今天教大家制作一款小王子玩偶。这款玩偶是由主体和配件组成。先制作主体，完成后再制作配件。首先来学习主体的制作方法，请看我演示。主体包括手臂、腿部、身体和头部。先学习手臂的钩织方法，来认识一下表格。表格中用 R 加数字表示圈数，加减针情况说明这一列表示钩织当前这一圈时需要用到的针法以及加减针的情况。总针数这一列表示当前这一圈所有针法全部钩织完成后的总针数。这款玩偶的主体都是采用十字形短针钩织，后面钩织时统称为短针，用到的针法有 X 短针、V 短针加针、A 短针减针。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这里我用粗线演示，颜色随机，具体的线材、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开始起针，表格起针是环起，表示起针方法是环形起针。右手拿起线头，在左手食指上绕2圈。现在食指上一共有3根线，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线圈重合的位置，取出，然后在左手的小拇指上绕1圈，从中指与食指之间穿过，将线圈转移到左手的中指与拇指之间。右手拿起钩针，钩针在这2点之间活动，穿入线圈，针放在线的左侧，逆时针绕线，将线钩出。钩针上有1个线圈，继续钩1针锁针固定，绕线，将线从线圈中钩出，1个锁针就钩好了，拉紧，环形起针就完成了。下面来钩织第1圈 ，R1 是 8x，x 前面的数字是几，就钩几个短针，这里表示在起针的线圈里面钩8针短针，先立1针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起立针不算1针，接着钩第1针，穿入起针的大洞，将钩针放在线的上方，将线钩出。这时钩针上一共有2个线圈，钩针放在线的前方，逆时针绕线，将绕线的线圈依次穿过钩针上的这2个线圈，1个短针就钩好了。右上方这个辫子就是对应的针目，也就是这样 V 字形的2根线。继续钩第2针，穿入起针的大洞，钩针放在线的上方，将线钩出，钩针在线的前方，逆时针绕线，依次穿过钩针上的2个线圈，第2针短针就钩好了。这一圈一共需要钩8个短针，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往下钩。将线钩出之前，都是将钩针放在线的上方。3、4、5、6、7、8。完成后收一下起针的线圈。
一共有2个线圈。先轻轻拉动起针的线头，有一个线圈活动，拉紧活动的线圈。还剩一个线圈，直接拉紧线头，这样线圈就收好了。接着在这一圈第一个短针针目上钩引拔针结束，来找一下第一针针目。从钩针右边这个针目往后数，1、2、3、4、5、6、7、8。这个 V 字形的辫子就是第一针的针目，穿入，绕线，将线勾出，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引拔完成。这个是引拔针的辫子。引拔针不算一针，需要拉紧，以免后面多钩。引拔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实际在绕圈引拔钩织时，每一圈的结尾都要钩引拔针并拉紧，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接下来钩第2圈，表格中 R2 到 R4 不加不减 8x， 表示从第2圈开始，一针对应一针钩短针，每一圈都是8针，一直钩到第4圈结束。后面遇到此类格式，所表示的意思都与之相同。开始钩织，先立一个锁针起立。引拔钩织时，每一圈的开始都要钩锁针起立，后面我就不重复说明了。在上一圈第一个针目中钩一个短针，也就是引拔针的入针位置。在此处钩一个短针，钩织时把起针的线头放在钩针的上方，边钩边藏进去。大家继续挑上一圈的针目，一针对应一针钩短针，把这一圈钩完。最后一针完成后，与第一针引拔连接。一定要注意，引拔钩织时，每一圈结束后都要与第一针引拔，后面我就不重复说明了。穿入第一个短针针目，绕线，将线钩出，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引拔针完成，拉紧。起针的线头已经藏了一圈，可以剪断了。这样第2圈就完成了，后面的第3圈和第4圈与第2圈的钩织方法完全一致，大家参考前面的演示，将这2圈钩完即可。大家看，这就是前4圈完成后的样子。由于第5圈需要换其他颜色的线，所以这里需要断线，钩一个锁针固定，预留5厘米左右的线头剪断。拉紧，可以看一下，织物正面纹理清晰，反面纹理模糊。由于这里没有加针，织物会卷起来，将织物翻过来。
后面钩织时，正面始终对着自己。现在教大家数圈数的方法。织物正面会有一圈一圈凸起来的纹理，从起针的这一圈开始，数一下有几圈这样的纹理，就表示已经完成了几圈。可以看到现在有4圈纹理，表示钩出了4圈。接着钩第5圈，表格中 R5 是后半针不加不减 8x， 也就是挑上一圈的后半针不加不减钩8个短针。开始钩织，取出对应颜色的线材，我这里颜色随机，左手挂线，留出5厘米左右的线头，线头放在织物里面一起捏住。来认识一下针目，一个针目是这样的2根线，靠近自己的这一根为前半针，远离自己的一根是后半针。钩针挑起第一个针目，远离自己的一根线。将线钩出，接着立一针锁针起立，然后在下方同一位置钩一个短针，钩织时将断线的线头和接线的线头一起放在钩针的上方，边钩边藏进去。稍微拉一下换色的线头，往下继续挑剩余针目的后半针，一一对应钩短针，一直把这一圈钩完。最后一针完成后，与第一针引拔连接，拉紧，剪掉多余的线头。大家看，这就是第5圈完成后的样子。接下来的第6圈到第12圈都是不加不减钩短针，大家一针对应一针把它们钩完即可，边钩边核对圈数。大家看，这就是前12圈完成后的样子。继续钩第13圈，表格中 R13 是前半针 xv 乘以4，这里的括号表示为一组，乘以几表示重复钩织几次。先挑上一圈第一个针目的前半针，钩一个短针，也就是靠近自己的这一根线。钩针穿入，钩一个短针，接着挑相邻针目的前半针，钩一个短针加针，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2个短针。1、2，这样一个短针加针就完成了 ，XV 就钩好了。我再演示一次，先钩一个短针，再钩一个短针加针，这是第2次。这一圈要重复钩织4次 XV，
还剩2次，大家把它们勾完。完成后引拔连接，这样第13圈就完成了。接着钩第14圈，先不加不减钩2个短针，接着在相邻针目钩1个短针加针，这样就完成了一组，将剩余3组钩完。完成后引拔连接，这样第14圈就完成了。后面的第15圈和第16圈都是不加不减钩短针，把它们钩完。大家看，这就是前16圈完成后的样子。下面来钩第17圈，同样是括号里的针法，重复4次。先不加不减钩2个短针，接着下一针是短针减针，先穿入相邻针目的前半针，再穿入左侧针目的前半针。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将钩针放在线的上方，接着将线从前2个线圈中勾出，还剩2个线圈，绕线一次穿过，1个短针减针就钩好了。这种只挑前半针钩减针的方法称作隐形减针。用这种方法减针，针与针之间的缝隙比较小，织物整体更精致。接着不加不减钩2个短针，完成后钩1个短针减针，钩针依次穿过左侧相邻2个针目的前半针，钩针放在线的上方，将线从前2个线圈勾出，还剩2个线圈，绕线一次穿过，又1个短针减针完成。往下再重复2次括号里的针法。大家看，这就是第17圈完成后的样子。最后钩1个锁针固定，预留5厘米左右的线头，断线，拉紧，这样一个手臂就制作完成了。另一个按照相同的方法钩织即可。2个手臂都完成后，放好备用。接下来学习腿部的钩织方法。腿部分为左腿和右腿，
两条腿都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沿着起针这一排绕圈螺旋钩织，边钩边加入定型条。前面的钩织方法都相同，只有最后一圈略有不同。用到的新针法有 CH 锁针、W 短针一针放3针、F 长针和 FA 长针减针。请看我演示。首先来起针，起针是 4CH， 表示起针的方法是锁针起针，起4针。左手挂线，预留5厘米左右的线头，右手拿起钩针，放在线的下方，逆时针绕一圈，左手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把钩针放在线的左侧，绕线，将线勾出。起针的这个结不算一针，稍微拉紧。下面开始钩锁针，一共4个锁针，1、2、3、4，这样起针就完成了。由于腿部采用螺旋钩织，圈数不好区分，钩织过程中需要标记每一圈的第一针，所以在钩织之前，先剪取一节与腿部不同颜色的线。注意尽量不要用颜色太深的线，长度大约为30厘米。抽取其中的2股备用。接下来钩第一圈 ，R1 是倒2 2x，W XV， 倒2表示从起针的倒数第2针上开始钩织，从钩针一侧往回数，1、2，这个就是倒数第2针。钩针穿入这一针，挑起上方的半针，也就是这样的一根线。钩一针短针，接着挑相邻锁针上方的半针，再钩一个短针。完成后，在相邻锁针上钩一个短针一针放3针，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3个短针。钩针穿入，1、2、3，一个短针一针放3针就完成了。旋转织片，可以看到这一侧每个锁针的位置还剩这样的2根线。往下挑相邻锁针剩下的这2根线，也就是这一侧短针的入针位置，钩一个短针和一个短针加针。起针的线头放在钩针的上方，边钩边藏进去。因为采用螺旋钩织法，所以每一圈只需要钩织表格中对应的针法即可，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接着钩第2圈，钩之前需要标记一下第一针的位置，取出准备好的线头，
将它放在首尾两针的中间位置。接着开始钩第二圈的针法。一直钩到标记线头右侧的一针，表示第二圈结束。这样第二圈就完成了。继续钩第三圈，将标记线头从后往前放在首尾两针中间的位置。开始钩织，这一圈是不加不减钩12个短针。一直钩到标记线头的右侧一针。这样第三圈就完成了。调整织物，使织物的正面对着自己。接下来钩第四圈，将标记线头其中一根放在后方，先不加不减钩3个短针。接着下一针是 FA， 表示钩一个长针减针。先从相邻2个针目分别钩一针长针的未完成针，钩针绕线，穿入左侧针目，绕线，将线钩出。钩针上有3个线圈，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还剩2个线圈，一针长针的未完成针就钩好了。接着钩第二针，钩针绕线，穿入相邻针目，绕线，将线钩出，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第2个未完成针就钩好了。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绕线，一次穿过，长针减针就完成了。右上方的辫子就是它的针目，后面是 F， 钩一针长针，钩针绕线，穿入，绕线，将线钩出，接着绕线依次穿过钩针上前2个线圈，重复2次，一次，2次，这个长针就钩好了。接着钩一针长针减针，先钩2个长针的未完成针，1、2，再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第2针长针减针就钩好了。接着不加不减钩4个短针，这样第4圈就完成了。现在来教大家螺旋钩织时数圈数需要注意的地方。数的时候应避开起始位置处，在中间位置开始数。1、2、3、4。
现在完成了4圈，后面大家数圈数时都避开起始位置处。继续钩织，将标记线头放在前面。后面的第5圈到第15圈，针法前面都有演示，大家按照表格里的针法钩织即可。每一圈的第1针位置都需要先调整标记线头。大家参考表格，一直钩完第15圈。钩织时不要随意调整加减针位置，按照表格的针法钩织。大家看，这就是第15圈完成后的样子。接下来需要填充颗粒棉并加入定型条。先往织物里面填充一点颗粒棉，可以用工具辅助。先少量填充即可，然后剪一段50厘米左右的定型条，下方大致15厘米对折，拧一下，注意前端不要太宽。前端稍微弯折一点，塞入腿部，接着再填充颗粒棉。让定型条在中间位置，定型条一定要顶到前端，顺着脚部的弧度弯折。继续钩织。接下来的第16圈到第32圈，大家同样按照表格里的针法钩织，不要随意调整加减针的位置，边钩边填充颗粒棉，一直钩完第32圈。大家看，这就是第32圈完成后的样子。接下来钩第33圈。如果是左腿，接着不加不减钩10个短针。这一圈只需要钩10针即可，最后钩一个锁针固定，预留5厘米左右的线头断线，拉紧。这样左腿就制作好了。接着讲解右腿，按左腿同样的方法钩完第1圈到第32圈，完成后钩第33圈，这一圈需要钩15个短针。
完成后不断线，也就是将两条腿的结束位置都调整到腿的内侧。过程中同样需要填充颗粒棉和定型条，这样腿部的制作就讲解完了。接着学习身体的钩织方法，来看一下成品。将两条腿连在一起，沿着两条腿继续向上钩织。钩的时候需要连接手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先来钩身体第一圈，并将两条腿连接起来。表格这里是 3ch， 连接两腿。先钩3个锁针，接着拿起左腿，从左腿断线位置左侧这个针目开始，钩13个短针，将线头放在钩针的上方，边钩边藏进去。第一针稍微拉紧，13个短针完成后，在连接的锁针上挑半针，钩3个短针，完成后挑右腿针目，钩13个短针。接着挑连接锁针剩余的2根线，钩3个短针，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将腿部标记的线头抽出，用于标记身体部分，放在首尾2针的中间位置。将定型条拧在一起，接着钩第2圈。这一圈在身体左右两侧各减1针。先将身体沿着连接位置前后对齐捏扁，找到左右对折的中间位置，用线头进行标记，大致位置就可以了。两侧都标记好。
完成后开始钩短针。到了标记针目的位置，钩短针减针。其余位置不加不减钩短针。一直钩到另一侧标记线头位置。到了对应位置，钩一个短针减针。接着把这一圈钩完，一直钩到标记线头右侧一针。这样第二圈就完成了。完成后大家记得核对一下针数。下面来钩第三圈，这一圈需要在身体前后的中间各减一针，将身体前后对齐。找到前后的中间两针做标记，大致位置即可。开始钩织，在两个线头标记的位置钩短针减针，其余位置不加不减钩短针。这样第三圈就完成了。后面的第4圈到第16圈，大家参考表格钩织即可。需要减针的地方，提前用线头做好标记。每一圈完成后，建议都核对一下针数。同时需要边钩边填充颗粒棉。在钩完第8圈时，第9圈需要换色钩织。这里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螺旋钩织时换线的方法。在钩第8圈的最后一针时，钩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穿入，将线钩出，接着取出第9圈对应颜色的线材，将线头打一个活结，这里预留5厘米左右的线头。接着将线圈从钩针上的2个线圈钩出，
稍微调整。接着开始正常钩织。预留5厘米左右的线头，剪断第8圈的线，拉紧。后面钩织时，2个线头一起放在钩针上，藏进去。往下大家正常钩织即可。大家看，这就是前16圈完成后的样子。接着钩第17圈，这一圈要连接2个手臂。首先不加不减钩5个短针，完成后取出1个手臂，调手臂的针目，依次钩短针减针，一共6个。线头放在钩针的上方，边钩边藏进去。完成后调身体的针目，钩9个短针。接着拿出另一个手臂，依次调针目钩短针减针。完成后调身体的针目，钩4个短针。这样第17圈就完成了，大家核对一下针数。下面钩第18圈，先按照表格中的针法将这一圈钩完。
完成后加入手臂定型条。首先测量一下两个手臂之间的距离，然后剪一段比这个距离多2厘米左右长度的定型条。这里我已经剪好了，然后将其中一端对折1厘米。另一端从身体定型条中间穿过，将对折好的这一端穿入手臂，然后将另一端也对折1厘米。穿入另一侧手臂，这样手臂的定型条就安装好了。接着，将两个手臂这里鼓起来的位置塞一些填充棉，可以用工具辅助。继续钩织。后面的第19圈到第29圈，大家参考表格上的针法，将它们钩完。边钩边填充颗粒棉。第20圈钩完，21圈同样需要换色，大家参考前面的演示进行换色即可。最后一圈完成后，如果定型条有多余，将多出的部分剪断。我这里已经剪好了。这里是小样，圈数较少，大家实际钩织时钩完第29圈，然后预留15厘米左右的线头，剪断，将线头穿入缝针，抽出标记线头，然后像这样从每个针目的前半针穿过，最后拉紧线头，这样就收好口了。接着将线头在这里缝一下，从中间穿入，在身体里面多穿几次，打结，线头藏到身体里面，剪断。
这样身体部分就制作完成了。身体完成后，继续学习头部的钩织方法。头部采用环形体针，然后对照表格绕圈钩织。钩织时不要忘记钩起立针和引拔针，注意在钩完第21圈后进行填充，填充一定要饱满均匀，然后接着钩完剩余几圈。最后一圈完成后，钩一个锁针固定，预留5厘米左右的线头断线，稍微拉紧线头，然后将凸出来的这一段塞入头部里面。可以用钩针辅助，确保这里可以正常塞入身体上方。如果不好插入，可以借助钩针或者其他工具扩充一下位置。这样头的钩织方法就讲解完了。到这里，主体的钩织方法就讲解完成了。接下来制作配件，包括五官、头发、披风、围巾、裤子、鞋子、上衣和装饰。首先来看五官，包括鼻子、眼睛、嘴巴和耳朵，其中耳朵是钩织而成，其他部分是在头部绣制完成。用到的新针法有 T 中长针，请看我演示。首先制作鼻子，找到头部第16圈的加针位置，引拔痕迹朝后。也就是头部有稍微凸起的位置，两侧加针之间有2个短针，取出与头部相同颜色的线。我这里方便大家看清楚入针位置，采用不同颜色的线。穿入缝针，先在头部任意位置穿几下固定。注意不要露出线头。可以用缝针稍微将线头挑松一点，这样鼻子更立体。完成后，在头部位置穿几下线。剪掉多余的线头，这样鼻子就完成了。接下来制作眼睛，首先确定眼睛位置，
头顶朝上，从鼻子这一圈往上数，在上面一圈，中间4针的两侧做标记。两眼之间间隔4针短针，每只眼睛占据3针短针。在第4个短针上做标记。往下制作眼睛，取出一段对应颜色的线，抽取其中的2股，穿入缝针，在头部后方位置穿入。先多穿几针，固定线头。接着从眼睛标记位置穿出，在另一侧标记位置穿入，线头向下弯出一点弧度，用胶水固定。这样一只眼睛就制作好了。另一只眼睛按照同样的方法对称绣制。弯出一点弧度，用胶水固定。最后将线头穿到后面，打结，线头藏到头部里面，剪掉多余的线头。这样眼睛就制作好了。接着制作嘴巴，在鼻子往下的第2圈上，与鼻子对应的2针，绣上嘴巴。拿起红色的线，我这里用其他颜色演示，剪一截长线头，然后抽取1股，穿入缝针。
我这里已经准备好了。然后从任意位置入针，在对应两针的左右缝隙穿出，开始预留一点线头，然后将线带到开始的线头位置，首尾线头打结固定。将线头藏到织物里面，将嘴巴弯成一个微笑的弧度，同样用胶水沾一下固定。这样嘴巴的制作方法就讲解完了。最后在眼睛斜下方的区域刷上腮红即可。接下来制作耳朵，采用与头部相同颜色的线材。首先环形起针，起针完成后，在起针的洞眼里钩一个短针，先立一针锁针起立，接着钩2个中长针，钩针绕线，穿入，绕线，将线勾出。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3个线圈，一个中长针完成。再钩一个，钩针绕线，穿入，绕线，将线勾出，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又一个中长针完成。接着收一下起针的线圈，最后钩一个锁针固定，预留15厘米左右的线头用于缝合。这样耳朵就钩好了。大家用同样的方法再钩完另一只耳朵即可。完成后，将钩好的耳朵缝在头部，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注意耳朵的正面朝前，与眼睛的位置对应。在这个眼角位置往外侧数3针，在对应位置穿入，沿着耳朵底部与头部对应位置缝合。
缝完后，2个线头打结，将线头藏到头部里面。这样一个耳朵就缝合好了。按照同样的方法，在对称位置缝合另一个耳朵即可。注意缝合时正面朝前。大家看，这个就是小样耳朵缝合完成后的样子。到这里，五官的制作方法就讲解完成了。接着学习头发部分的制作，看一下成品。头发包括头皮和2层发条。先学习头皮的钩织，这里我已经钩好了。头皮采用环形起针、逆时针绕圈钩织。起针完成后钩第1圈，在起针的线圈里钩8个短针，接着钩第2圈，挑第1圈针目的前半针，依次钩短针加针。大家注意，是挑前半针钩织。每一圈的开头都要钩起立针，结尾都要钩引拔针。大家参考图解，把头皮部分钩完。完成后无需断线。接着开始钩发条，先钩第1层，这一层是挑头皮第2圈的针目钩织。先钩第1条，首先钩15个锁针，接着在倒数第2针上钩1个引拔针。发条上的引拔针都不需要拉紧。接着挑相邻锁针上方的半针，不加不减钩5个短针。完成后，在剩下的锁针上依次钩中长针。最后一针完成后，接着在相邻针目引拔。这样第1根发条就钩好了，后面的发条钩织方法相同，大家参考表格中的针数，将剩余发条钩完即可。最后一根发条的中长针钩完后，挑相邻的引拔针，也就是这样的一个辫子，引拔连接，拉紧，最后钩1个锁针固定，预留5厘米左右的线头断线。将线头藏到发条里面。大家多藏几针后剪断。这样第1层发条就完成了。接下来钩第2层发条，这一层是在头皮第1圈针目剩余的半针上钩织。
也就是这样的一圈线。首先钩第一条，左手挂线，钩针穿入第一针的后半针，也就是锁针这根线左侧的一根线。将线钩出，接着钩22个锁针，完成后在倒数第2个锁针上钩一个引拔针，接着挑相邻锁针不加不减钩5个短针，完成后在剩余的锁针上依次钩中长针。最后一个中长针完成后，挑相邻后半针引拔，线头放在钩针的上方藏一下。这样第2层的第1根发条就完成了。剩余7根发条的钩织方法类似，大家将它们钩完即可。最后一根发条的中长针完成后，在第1个发条的接线位置引拔连接，最后钩一针锁针固定，预留5厘米左右的线头断线，将线头藏到发条里面，这样头发部分就钩好了。下面将头发固定在头部上方，将头皮的正面朝着头顶，也就是第2层发条在上方，头皮中心位置与头顶中央对齐。用一个珠针固定。我们先固定第1层发条，将第2层的8根发条先用毛线扎一下，第1层短一点的发条朝着正面作为刘海，有点3、7分的样子。第1层最短的2条，上部分贴紧，与左侧眼睛的这个角再一条直线，从眼睛上方往上数第6排，在这里将2个头发贴紧固定住，接着从左侧数第3根到第10根，3、4、5、6、7、8、9、10，
和第13根，也就是跳过第11和12根，第13根，均匀分配在2个耳朵之间，一共9条，盖住头部，用珠针固定。3根卷2圈，固定在耳朵后面。第14根卷2圈，固定在耳朵上方。第15根也卷2圈，在第14根下方，发条边缘贴近。接着，将第2层发条散开。将第1根短发条贴合第1层的第1根，藏于第15根下面。接着将第1层剩余的1根卷2圈，固定在耳朵上方。接着将头部后面对着自己，从耳朵后面往左数，在第3根上做一个标记，把这一根当作中心。接着将第1层、第3根和第4根固定在中心的2侧，上方有一点弧度，下方卷曲部分贴近中心这条的2侧。接着将相邻的发条卷曲固定，以中心为基准，左侧的发条卷曲方向则向左侧，右侧的发条卷曲方向则向右侧。
接着跳过这一条，将相邻这一条贴合着，这条卷曲固定。然后将跳过的这一条对折，在耳朵后方固定。注意不能超过耳朵下方，与这一根贴近。现在还剩几根，卷曲固定。都要有一点弧度。卷曲固定。从左侧开始，一根叠一根压住。同样以中心为基准，左侧的向左卷曲，右侧的向右卷曲。中心位置这一条也向右卷曲。从正面看，不要看到发尾位置。如果感觉位置太低，可以往上再卷一点进行调整。发尾后面要有一点弧度。完成后，开始用胶水固定。可以用针辅助。粘的时候不要压得太紧，使头发有一点蓬松感。
大家在沾胶水的时候，边沾边调整，使头发包裹住全部头部的皮肤，并且尽量圆润蓬松。固定完成后，取下珠针，大家看，这就是头发固定完成后的样子。到这里，头发的制作方法就讲解完了。最后，将皇冠的底部涂上胶水，粘到头发上即可，位置在头顶的右侧一点。接下来制作披风，采用锁针、起针，来回往返向上钩织。用到的新针法有 FW， 长针1针放3针，请看我演示。首先来起针，左手挂线，锁针起完需要的针数，具体针数请参考图纸。起针完成后，接着开始钩第1排，倒2钩12个短针，钩针挑起倒数第2个锁针上方的半针，一针对应一针钩短针，将这一排钩完。大家看，这就是第1排完成后的样子。接下来钩第2排，先立3针锁针起立，逆时针翻转织片，这3针锁针算作1针长针，对应的是上一排最后一个短针。因为第2排是在反面钩织，针目对应的是短针左上方的辫子。接着在相邻针目钩一个长针1针放3针，也就是在同一针目钩3个长针。1、2、3，这样一个长针1针放3针就完成了。接着钩织括号里的针法，不加不减钩2个长针。完成后钩一个长针1针放3针。还剩2次。完成后还剩1个针目，在这个针目里钩一个长针，这样第2排就完成了。继续钩第3排，同样先立3针锁针起立，接着逆时针翻转织片，这3针锁针算作1针长针，往下长针处的起立针都算作1针长针，对应上一排的最后一个针目。后面我就不重复说明了。接着在相邻针目钩一个长针，完成后钩一个长针1针放3针，接着钩括号里的针法重复3次。
完成后还剩最后2个长针，在相邻针目钩一个长针，还剩最后一针，这一针是挑这里起立针的第3个辫子的2根线钩织，也就是这样的2根线。这样第3排就完成了。后面的第4排到第15排，大家参考图纸将它们钩完即可。注意要与表格的针法一致，不要随意调整加针位置。大家看，这就是小样前15排完成后的样子。钩一个锁针固定，预留5厘米左右的线头，断线。拉紧，将线头顺着纹理藏到织物的反面。大家多藏几针后剪断。接下来进行钩边，钩边是2种颜色的线材交替钩织。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钩边的方法。首先取出线1，左手挂线，钩针挑起最后一排起立针第3个辫子的2根线，也就是这里的2根线，将线钩出，立一个锁针起立，接着在同一洞眼再钩一个短针，线头放在钩针的上方藏进去，稍微拉一下起针的线头，接着钩3个锁针，完成后拉大线圈，抽出钩针，接着取出线2，左手挂线，将线1的锁针用大拇指压下来，钩针穿入相邻针目，将线2钩出，立一个锁针起立，然后在同一针目钩一个短针，2个线头一起放在钩针的上方，接着钩3个锁针，完成后拉大线圈，抽出钩针，接着钩针穿入线1的线圈，调整线圈，左手大拇指压住线2的锁针，钩针穿入相邻针目，钩一个短针，接着钩3个锁针，完成后拉大线圈，抽出钩针，钩针穿入线2的线圈，左手大拇指压住线1的锁针，在相邻针目钩一个短针，再钩3个锁针，
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线1、线2交替钩织，将这一排钩完。钩的过程中，线1和线2会缠绕在一起，大家记得及时把它们分开。线2最后一个短针完成后，钩一个锁针固定，预留5厘米左右的线头断线，拉紧，接着穿入线1的线圈，在最后一个针目钩一个引拔针，再钩一个锁针固定，同样预留5厘米左右的线头断线，拉紧，将2个线头都顺着纹理藏到织物的反面。大家多藏几针后剪断。起针的线头也藏一下，这样披风就钩好了。接着在钩好的披风上进行装饰，包括磁吸扣、蓝色亚克力钻和星星。首先安装磁吸扣，一个磁吸扣是这样的两半，薄的一半是子扣，另一半是母扣。我们将子扣安装在披风上，在披风的右上角，从背面穿入子扣的2个角，接着用工具将它们扣下来。在披风上装牢，左上角位置也用同样的方法安装一个子扣，从背面穿出，扣牢。拿出蓝色亚克力钻，在背面涂上胶水，将它粘到磁吸扣的上方，也就是在披风的正面粘牢。
接着安装星星，在披风正面安装星星，将星星后面的角穿入披风，用工具将角扣牢即可。这样一颗星星就安装好了。样品上星星一共8颗，大家实际制作时数量和安装位置随机，也可以参考这里的成品。这样装饰部分也讲解完了。